看那个收据就心一凉，可以累积到5000多点，大概10倍左右。真实的这个金额可以帮助我活着。Hello， 我是 Flynn，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跟我一起聊聊我的日本日常生活。正片开始之前，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及时收到我的更新消息哦。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呢，是我在日本的日常开销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相信很多想要来日本居住，不管是留学啊，或是跟我一样来工作的人，都会好奇说，到底在日本生活需要准备多少钱，以及在东京的话，房租啊，或是生活费、伙食费这些的开销到底要多少。我平时都有记账的好习惯，所以呢，去年1整年的花费，我已经把它全部统整下来，根据不同的项目呢，平均算出来说，像饮食啊、交通、保养的费用啊，零零杂杂的各种需要的费用，到底都花了多少钱？今天就来公布所有我的实际花费数字，提供你做参考。首先就先来分享我给我自己的花费所做出来的预算表。首先看到画面上这个图表，可以看到我有分3大区块，红色的区块是代表说一定会花费到的饮食费用啊、生活用品费啊、房租、电话费、交通费这一些。黄色的区块是因人而异，可能会花到，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应该是不会花费到的费用。蓝色的部分就是更因人而异了，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而我呢是有这些花费，所以就全部列出来给大家看。右边看到的这个数字就是我列给我自己每个月每个项目可以花到的费用。这个数字呢，就是参考我这几年的经验，每年的花费去平均算出来，每个月大概可以有多少的预算，来去列出了这一个数字。等一下呢，我会每一个项目仔细的去说明我是花在哪一些费用上面，以及有哪些节约方法是可以使用的。而你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把我的投资啊或是储蓄的金额放在这里，因为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的花费，就是花出去的钱，所以这边列出来的就是花出去的花费预算。首先我们就从红色的这一个大家一定都会花费到的一些预算来介绍。第一个是伙食费，我每个月给自己定的预算是32000块。去年我年总花费是花了这个快要400万，然后每个月的平均呢就是花了32786块，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人生在世界上一定要吃，尤其像我很爱吃，所以饮食的费用呢，其实算起来我并不是非常的节省，而这个费用是包括了我平日1到5以及6日出去玩的时候会花费到的饮食费。通常我会习惯是1个礼拜才买个1-2天，把我那个礼拜需要用的食材都买好，而周末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话，在外面吃。在平日我通常都是自己煮，会比较划算。节省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一次买比较大量，那因为只有1个人，不可能买到很多，所以就会特别去挑说哪一间超市在我想要买的东西是会比较划算的。而我最常去的是 OK 超市或是 YS 超市，他们都是价格会比较亲民一些。我刚来日本的伙食费是比较低一点的，一个也是当时的年薪不高，所以会控制自己吃的比较节省，像是吃比较多冷冻的食品，或甚至就吃泡面。而现在呢，就是会常常想要慰劳一下自己，买个和牛啊，买个螃蟹啊回来吃。而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物价一直在上涨。今年2025年，光是10月份食品类上涨的物品就高达3000多项。比较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可能1个礼拜的伙食费我只需要花个3000块，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每次去超市出来看那个收据就心一凉。而物价上涨这一点，我觉得会是每一年都会继续上涨上去的，所以在列预算的时候，伙食费就是有个心理准备，每年都会稍微要往上提一些。第二个生活用品费，每个月我给自己的预算是5000块，可以看到我去年实际花费的金额超标非常多。这是因为去年我刚好买了很多家里面想要用的新的家电，像是气炸锅啊、莲蓬头啊，还有电热毛毯，还有棉被的干燥机，这些都是比较高额的花费，都集中在去年的时候一并购买，所以去年的我的这个生活用品费就是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消耗品，像是垃圾袋呀等等的，我都会在百元商店这些比较便宜的店去购买，来平均一下我这个生活用品费的花费。第三个就是我花费最多的房租。每个月我给自己的预算是143500块，那我真正的花费呢是这个142144块，差的并不是很多，可是这个金额的确是挺高的。
在日本普遍有个说法，你拿到手的收入，就是扣完税之后的收入，20%到30%的这个区间，是一般来说大家可以负荷的房租的价格。在日本也有很多公司会补助房租，像是我之前的公司就有领到补助的房租。现在的公司呢，是因为我的年龄超过了它补助的范围，除非我结婚到40岁之前，每个月还可以拿5万块的补助。不过现在我就是没有拿任何的房租的补助，因此呢，每个月我就是要交这么多的钱。刚来到日本的时候，我住的是 share house， 在日本现在 share house 也是蛮盛行的，所以不难找。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呢， share house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不过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选室友。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就是环境没有办法维持的干净，或是会制造噪音、不好相处的室友，那你生活起来就会非常的辛苦。我因为比较长的时间都是要在家里面上班，所以就会希望我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宽敞的。我的室内空间有30几平，加上交通很便利，步行的范围内有3个车站可以使用。我家楼下就是超市，所以生活机能对我来说非常的方便。因此这个房租虽然有点高，但是目前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而要特别提醒，今天如果你是要准备来日本生活，看这个房租，光看每个月的金额，你觉得我大概可以勉强接受，那么呢，请你要停下来先思考一下，在日本租屋啊，不只是每个月的房租，你还必须要去考虑它的初期费用，通常会包含1到2个月左右的房租，以及各种的手续费啊，或者是保险费，而且你还必须要置办家具等等，花起来通常就是50-60万以上跑不掉。还有就是，如果你要继续续租的话呢，会需要有更新料以及火灾的保险料等等的各种零零杂杂的费用，平均摊算下来，每个月的房租其实还要再加个1-2万块左右的这些零杂费用。另外还有瓦斯费啊、水电费这些都要思考进去，所以建议要把所有的费用都先写下来，好好去换算一下，说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负担这笔费用。第4个一定会花费到的是电话费，我使用的是乐天的最强方案，虽然预算是3000块，但是我每次其实都不会使用到这么样子高的金额。它的这个方案呢，是你使用3GB 以内的话是980块，那使用在20GB 以内的话呢，就只要1980日币，说起来是非常便宜的。我会使用乐天的电信，是因为我的信用卡啊，还有我常常在乐天网站上面买东西，对我来说积点数是非常好的。因为使用乐天电信，所以我在乐天的网站上面购买物品的时候呢，点数会再增加4倍。不过乐天电信它的电波比较弱，像我在电车上门一关起来之后，几乎就是网络会断掉。这是很多日本人也在抱怨的，它的网络电波比较不稳，不过价格就是比较亲民，所以我就是使用乐天电信，这样保持我的每个月电话费只需要3000块日币左右。接下来是交通费，交通费呢，虽然我每个月的预算11000块，然后花的也是差不多这个金额，不过通常我会领到一些补助，就是我通勤去公司的这个交通费，都是公司会把它补贴给我。今天如果你也是居住在日本，常常从 A 站移动到 B 站的话呢，会强烈建议你要买定期票。定期票就是让你从 A 站到 B 站，在某一个期间之内，你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然后只需要付这个定期票的费用。而且呢，在这2个站的中间的每一站，你都还是可以自由上下车，都包含在这个定期票的费用之内。像是如果我从我家到公司，每一次的通勤呢是43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呢，1年的金额跟定期票的金额就是差得非常多。公司如果会帮你补贴这个交通费的话，通常也都会要求你买定期票，这样子会比较划算。我自己是因为都在家上班，就没有购买定期票，而你可以看你自己的所需，如果也常常需要通勤的话呢，定期票是比较划算的。接下来讲的这个区块是有一些人可能比较不会花费到，可是我自己实际有花费的费用。首先是保养品跟化妆品，这个费用包含了我的保养品跟化妆品之外，还有我去剪头发啊这些的费用。1年我大概只会去3到4次的发廊，每一次的平均价格大概是1万块左右，而其他的费用就是花费在我的保养品上。化妆品很少，因为我比较少出门，所以很少化妆。保养品我其实没有买很多，可是最大的花费我就是买 SK2 的神仙水。去年我就有点失心疯，跑到了百货公司的柜台，直接在柜台买了那个 SK2。为什么说我失心疯呢？因为我到那个柜台去买，然后结账之后累积的点数呢，只有累积了500点。我平常都是在乐天的商城购买的，点数呢回馈是可以回馈非常多的。回去查了一下，发现如果我在网络上买呢，我是可以累积到5000多点，差了10倍左右。
总之呢，我的保养品、化妆品平常的预算就是8000块左右。那你可以看到我去年花费比较高，是因为我去年就是失心疯买了比较多次的 SK2， 所以价格是往上涨了一些。不然平常呢，就是每个月我大概就是花8000块左右。第二项是衣服跟娱乐费，可以看到呢，我去年也是超出预算很多，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刚进到了新的公司，所以买了比较多的衣服是准备要到新公司穿的，结果都在家里面上班。还有我也趁那个机会就是换了一批自己的衣服，而且也就是必须要参加一些公司的聚餐，需要自己付费。另外也有去大阪旅游啊，还有看了演唱会，所以呢金额花的比较多。那这个项目就是包括我出去玩的时候门票啊，或是纪念品啊、聚餐啊等等这些费用，我会把它算在这个娱乐费跟买衣服的这些衣服的费用里面。运动的费用呢，我每个月给自己定的预算是15000块。我会做2项需要花钱的运动，一个是跳舞，一个是游泳。跳舞的这个跳舞教室是让你上到饱，它的月费呢是11800块，这样你就可以上所有的课程。一个礼拜呢有100多堂的课可以上，而且风格很多。我主要是跳 hip hop 跟 R&B hip hop， 那它其他还有爵士啊，或者是 K-pop， 以及很酷的是有迪士尼的那一种游行的跳舞的舞蹈，他们也都有在教。这个是我第一项的运动花费。第二项花费呢，这我要推荐一个非常好的网站，它叫 GYYM。虽然它也需要加入会员，不过它不需要加入会员的费用，你只需要每个月储值你想要储值的金额进去。像我是每个月会固定储值4000块，那它还会回馈我1000块，所以我每个月有5000块的这一个金额是可以去预约我想要去的健身房。你储值了这些金额之后，在这个网站上面的好几百家健身房，你都可以去预约他们的空间或者是他们的课程。我会预约我家附近的健身房的游泳池，另外我也有预约过其他的健身房的瑜伽啊等等不同的课程。如果你也是生活在日本，然后又不想要被一个健身房绑定，不想要交很多的月会费，只想要去运动的时候再去运动的话呢，这个网站就非常的推荐。接下来是医药费，每年我给自己的医药费预算是7000块，花费起来也差不多是这个金额。这个项目里面包括我固定都会吃调整生理的药，还有就是临时可能会感冒需要去买一些成药，或甚至是需要去诊所看病的费用。在日本这段期间，其实我去诊所看感冒的话不超过5次，通常我都是直接到药局。现在药局里面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很多，所以如果你来日本玩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诊所看病的话呢，直接到药局去跟工作人员沟通，详细表达你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的话，他就会跟药剂师去讨论，然后药剂师会帮你选适合你的成药让你去做服用。自己个人的经验，日本的成药虽然没有像台湾的那么快速这么样子的强效，不过是会比较温和的去治愈你的不舒服。但是说个秘密，其实我每次从台湾回来都会带福茂感冒加强定，底子里面还是台湾人。医药费呢，就是也蛮感谢自己没有生很大的病，所以每个月的预算我就是可以控制在大概这个金额里面。接下来呢是回台的基金，在海外生活的人应该都会需要有这一笔的预备金，这个金额里面包括了我要回台湾的机票钱，还有我回去的时候呢吃喝的一些钱，但吃喝钱大部分都我家人帮我出啦。还有呢就是我买给我家人的礼物，之前我做过影片，我通常都会买很多所以呢就会必须要存蛮大的一笔基金在这里面。机票真的是这个预算里面占蛮大的一个额度，尤其是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后，机票价格一直没有办法降很多。我是直接飞高雄，所以廉价航空又更少，加上说我需要买行李，廉价航空如果要加买行李的话，以目前的这个机票价格来说，我反而买华航或是长荣比较划算。最近几次买比较便宜，也都要5万块左右。接下来的这个区块呢，是可能更多人不会有这个花费，不过我自己实际上有支出，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保健食品，我自己是有固定买 DHC 的一些保健食品，包括叶酸啊、跟头发的保养啊、皮肤的保养等等。日本的 DHC 是可以定期购买，网站上面选好你想要的产品，然后你想要隔几个月让它送来，这样子可以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去买到你想要的保健食品。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预算呢是2500块，买4种的保健食品。那因为是定期买，所以这个价格呢就是很固定的一个费用在这边。
然后是云端的账户，现代人应该蛮多人都会用到云端账户吧。我是因为分别有各种不同的账户，所以有 iCloud 跟 Google 都各有买。那 Google 我是有买比较大容量的空间，所以一个月会花到1450块左右。另外呢，就是因为最近开始做自媒体，所以有买 CapCut 这个剪辑软体，它的月会费让我可以使用一些比较进阶的剪辑功能，我就把这些项目都全部算在这个云端账户的项目里面。那一个月的我的预算就是4080。再来是送礼的预算。送礼呢，并不是每个月都会发生，而是我如果身边刚好有朋友要生小孩啊、结婚啊，或是有各种需要庆祝的一些活动的话，我就会买一些礼物要送给我的朋友们。我买礼物呢，就会去像之前介绍过这家阿库美亚，它会里面有很多日式的一些商品，选礼物呢就是蛮好挑的。或者是呢，台场的一间百货公司进去之后，有一家店也是卖很多日式的物品，我也常常会去那边选我想要送的礼品。去年一整年送礼我买的大概是7万多块，平均下来每个月的花费跟我的预算呢，其实就是没有差太多。故乡纳税这一项目可能大家会蛮陌生的，它主要是帮我节税的一个预算。每年呢，我们需要缴给政府的税，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在故乡纳税。我之后呢会做一集来详细的介绍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今天我就很简单的来说一下，它反正就是帮我做节税的一个预算，所以每年我就是每个月会存一个固定的费用，然后我就会用这些预算去买商品，等于说我原本要交给政府的钱呢，是把它拿来购买了这些商品，帮我省下了住民税。这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年薪不同，可以省的金额度也不同。最后一个是彩券。这个应该很多人觉得是最不需要，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买一个梦。如果只是来日本玩的话，你可以在他们的售票亭去买彩券或是刮刮乐。我的话呢，是在这个彩券的网站上面，让它定期帮我购买彩券。每个礼拜我有设定说，就是帮我购买几张彩券，它就会自动在我绑的账户扣款购买，然后自动帮我兑奖。如果有中奖的话呢，也会把那个金额呢累积到一定程度，自动存入我的账户里面，非常的方便。我知道有的人应该会说这是个很不需要的费用，但对我来说就是花一点可以接受的预算来去买一个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美梦。以上就是我去年的花费，它的项目呢，还有它的详细金额。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当然根据每一个人，你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需要花钱的预算出来，或者是说金额也会有所变动。我自己呢，就是真的真实的这个金额可以帮助我活着。我觉得我生活方式就是很普通啦，没有特别的节省，也没有特别的奢侈，所以花费呢就是以上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金额。那当然我并不是把我所有的收入都去计算在这些预算里面，这里面并没有包括我的储蓄、投资以及我想要给我家人的红包，当然还有一些预备费用，就是去抵掉我这些已经超过预算的一个部分。这些都是我先计算好之后再去统计出来说我每一个项目我想要给自己多少的预算。如果你也准备要来日本生活的话呢，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有给你一些参考。如果你也是在记账的话呢，我的记账方式希望也有给你一些帮助或者是提案，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啊、想法啊，都可以留言跟我互动。或者是说今天我介绍这些项目、这些预算，你有任何的疑问，或甚至我没有讲到的项目、没有讲到的预算，你想要讨论的话呢，都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来互动讨论一下。谢谢你今天陪我聊到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点个赞，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会分享更多我在日本的在地生活。那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啦！ありがとう。